电影里那些被雷劈中然后变成超人的画面，有没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？但其实在现实中，根据统计来看啊，全球每年差不多有2万人会因为被雷劈中而丧命。那虽然听起来很多，但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，被雷劈中的概率也只有 0.00001。大家好，今天聊被雷劈中身体会出现怎样的变化。那正常来说啊，不同的雷电威力也是不一样的，它们之间有很大差别。那一般电压比较弱一点的雷电啊，也就几千万伏左右，而那种让我们听到心都跟着颤抖的强雷电，基本都在上亿伏往上。而电流的强度也一样，从几千安倍可以到几十万安倍都有可能。那这么听着可能没有什么概念，但换一个说法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家里用的电轻松的就可以电死人，但它的电流只有几安倍。那想一下，如果几十万安倍级别的电能打到人体上，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？那首先啊，被雷劈到对人体的影响分2种。那第一是直接被雷劈到，那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，死亡率也是最高的。那就算在这种条件下，你侥幸的能存活下来，身体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，比如烧伤或者神经损伤什么的。那第二种就是感应雷，它大概的意思是雷电在落下来的时候啊，劈到附近的物体就会产生强烈的电场和磁场。那因为高压电会让周围的环境产生感应电流，在这个范围之内，就算没有直接被雷劈到，身体还是一样会受到不小的冲击。那虽然说接触感应电雷的电压或者电流啊，会比直接被雷劈到的伤害小很多，但如果雷电它本身能量就特别强大的时候，那感应电流也会跟着增强，那结果还是一样的危险啊，我们人体是根本承受不住的。那而且被雷劈到的同时，电流在人体内的走向也分2种。那首先是体内电流，它会干扰人体器官的电活动，比如强电流在经过心脏、大脑或者神经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导致心肌停跳或者心肌痉挛，让心脏骤停，这才是被雷劈到最致命的问题。那虽然在医疗里也会用电击复苏的方法来恢复心跳，但换到雷击就不行了，因为它的电流太强大了，会让本来正常跳动的心脏突然间停下来。那这个时候啊，如果可以第一时间就进行心肺复苏，其实还是有机会可以把人给救回来的，因为这个在现实中是有确实例子的。那第二种是体表电流，也就是电流会顺着皮肤表面流过去，它主要对人体造成的是热伤害。那一般来说啊，这些电流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沿着体表流过，从皮肤表面上是看不出严重的烧伤痕迹的啊。但如果电流停留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，你就会出现大面积的烧伤，那再严重的话也是可能会有致命危险的。还有一点，雷电产生的热量瞬间就可以点燃我们身上的衣服，这也会造成3级或者4级的烧伤。那除了心跳、呼吸和烧伤之外，几乎所有被雷劈过的人都会出现耳骨膜的损伤。那这是因为啊，在产生雷电的时候啊，都会伴随着强烈的冲击波和巨大的爆炸声。那骨膜被震破的同时，对神经系统的影响，尤其是电流在经过大脑的时候，会出现短暂的意识障碍，包括瞬间的昏厥或者记忆混乱。那虽然这些症状它是可以慢慢恢复的啊，但神经系统在受到伤害之后，基本它都会出现后遗症，比如神经疼痛、麻木、感觉异常。严重的患者可能会因为并发症而导致凋零。而且人在被劈中的时候，皮肤表面还会出现一种独特的花纹，就叫做里氏纹。那看起来它大概的形状就像闪电或者树枝的图案一样。那这也是电流在皮肤上游走过的痕迹，但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这些纹路会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代谢消失，它不会一直存在的。那根据统计啊，雷击的死亡率在每个地区都不太一样。那有的报告说大约是30%，那有的地区高达80%或者90%。但如果按照直接被雷劈中的例子来算啊，普遍认为的死亡率都在70%以上。所以想要通过雷电变成超人的戏码就不要想了，因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再说一下，在什么条件下被雷劈中的人才能存活下来。从2006年急救医学会发表的一个典型案例来看，有2个人在同一个地点、同一个时间同时被雷给劈中了。那在被送到医院的过程中啊，因为2个人都出现了心跳和呼吸的停止，那医生就做了心肺复苏，但结果却完全的不一样。一个人生还了，而另一个人就凋亡了。
因为研究人员没有办法直接测量当时电流强度的大小，那就只能通过分析两个人身上的里氏纹去推测电流的走向。那最后才发现，幸存者他身上的电流走向是因为他衣服上有一部手机，那电流在打在他身上的时候啊，手机把所有的电都导出去了，所以真正通过心脏和大脑的电流相对来说就小很多，也就是逃过了一劫。那最后研究的结果也认为，决定生死的关键不是有没有被雷劈到，而是有多少强电流真正的穿过了身体的核心部位。那这里有一个真实案例啊，美国的罗伊·沙利文，他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男人，因为他在连续被雷劈中7次的时候啊，都毫发无伤的活了下来。从1942年到1977年之间，每一次被雷劈中的时候，就只是受了一点轻伤，比如头发被烧掉了，或者指甲脱落了。但神奇的是，在这7次里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的心脏骤停的情况。那为什么他会这么幸运啊？到现在为止，在科学上或者医学上都没有找到答案。但根据猜测，可能的原因包括他被雷劈到的时候电流比较小，或者电流没有直接经过类似心脏这种致命的器官。当然，如果电流不强的话，就算心脏短暂的停跳了，也是有很大机会通过心脏复苏给救回来的。但有一个让人不能理解的情况是，被雷劈中的幸存者基本都会出现心理或者精神方面的问题，而且大部分都有自杀的倾向。那就连最幸运的罗伊·沙利文，他最后啊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那因为这种心理创伤，他不会马上出现，而是在事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慢慢的显现出来。所以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自杀的倾向？那现在的医学跟科学也给不出任何确切的答案。那主要是因为啊，雷击发生的概率太低了，能找到的研究样本也就太少了。这也代表想要更多更全面的了解雷电对人体的影响，就需要更多数据做支持。那有没有可能跟民间说的一样，坏事做多了才遭雷劈的？那最后啊，被雷劈到的幸存者不光要承受身体上的损伤，更多的还是要承受心理的问题。那现在到了雨季，对雷击的防护啊和急救知识啊要认识的多一些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还有一点，千万不要去幻想通过雷电的发生这种变异的情节。